天空传来阵阵闷雷，乌云成堆的聚在了一起，偶尔传出一些闪电，远远的望去，给人一种难以描述的窒息感。好在这样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久，不一会点点的雨水滴落下来，由缓到急于地面上绽放出一朵又一朵的雨花。躺在床上的人儿睫毛微微颤抖，似睡得极不安稳。若有若无的檀香伴随着婉转低沉的琴声，抚平了人所有的不安。紧皱的眉头缓缓舒展开来，似乎梦到了什么美好的事物，嘴角不断的上扬。琴声悠扬，如同爱人在耳畔的呢喃，轻柔缠绵。魏婴望着上方的木板，无辜地眨了眨眼睛。这里是哪里？我是谁？我死了，我又活了，醒了。魏婴下意识地寻找声音方向，只见一名女子利落地打开针带，修长的指尖捻着一枚银针，缓步向魏婴走来。思绪渐渐回笼，魏婴惊恐地发现房间里只有自己和这名女子。魏婴连忙从被窝中爬起来，发现自己只穿了一身内衬，又缩了回去。这位姑娘，废什么话，躺下。温情看着对方犹如受了惊的兔子，不由向上翻了一个白眼，不知道还以为他把他怎么了。魏婴坚决抵制这种不明所以的命令，看着越来越近的泛着银光的银针，魏婴浑身一激灵，头上的呆毛也直直地竖了起来。于是魏婴做了非常不理智的一个举动。阿爹！魏婴的声音不一会便响彻云霄，惊起一群灵雀。当魏长泽进门看到，就是魏婴瑟缩在角落里，弱小可怜，而温情拿着一枚细小的银针，气势汹汹。魏长泽不禁扶额，倒是忘了阿英害怕扎针这一茬。魏长泽转向温情说道：“温姑娘，可否用灵药治疗？”虽说魏长泽是温若寒的座上宾，但是在温情看来，患者更重要，于是直言不讳道：“魏先生，魏公子常年被鞭打，内部损耗严重，不是单用灵药就能解决的，必须配合针灸之术。”魏长泽看了看缩在角落如刚出生的小鸡仔般无助地看向自己，遂坚定地向着温情说道：“温姑娘，等阿英睡着再扎。”温情一阵无语，现在人都醒着还不扎？罢了罢了，反正醒着睡着效果差不多。魏婴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家阿爹，心里小人疯狂捶地。阿爹，你当着我的面直接说真的好吗？你会失去我的。魏婴湿漉漉的大眼睛不断地眨呀眨，朝着魏长泽撒娇打滚。魏长泽看着如同小孩子般撒娇打滚的魏婴，嘿不自觉地乐了。魏长泽伸出手揉了揉魏婴柔顺的头发，柔声道：“阿英，乖，身体重要。来，先把药喝了。”温情看着这亲子互动，暗暗吐槽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。温情当即拍板决定走人，找了个理由后收拾好医药箱，飞速地离开了这间房间，途中还碰上端庄雅正的姑苏兰二公子。房间内，阿爹能不能不喝药？魏婴裹着被子在床上滚来滚去，撒娇道。魏长泽一屁股坐在床榻边上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阿英，你看这是什么？”魏婴一脸茫然地看着魏长泽手里的药碗，下意识嘟囔道：“不就是一碗药？阿爹傻了吗？”魏长泽忍住想敲板栗的冲动，循循善诱道：“这不是药，这就是一碗水，只是水的里面放了一些药材。阿英，我们喝水是不是很正常？”魏婴苦着一张脸，自是知道自家阿爹是换着法子哄孩子呢，可自己真的不想喝药呀。蓝湛。魏婴看到门口那仙气飘飘的蓝湛，双眼咻的一下就亮了。魏前辈。蓝忘机对着魏长泽行了礼，遂看向床上的人儿，魏婴。魏长泽看着自家的猪仔满眼都是蓝忘机，心塞得慌。魏长泽将手中的药碗递给了蓝忘机，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魏婴。蓝二公子，阿英不肯食药，你且劝劝他。蓝忘机袖子下的手微微蜷起，刚打完滚的魏婴内衬早已散开，露出白皙的皮肤。俊朗的脸颊上染上了嫣红，有着别样的风采。蓝忘机淡定地接过魏长泽递过来的药，魏婴，喝药。如果忽略蓝忘机耳朵上的点点红，倒是显得格外义正言辞。蓝湛，我不喝，这个比你家的饭还苦。魏婴说完还偷偷看了一眼蓝湛的反应，蓝忘机垂下眼帘，长长的睫毛挡住了眼眸，看不清他的反应。魏婴不知为何，明明啥表情也没有的蓝湛看上去很委屈的感觉。于是魏婴磨磨蹭蹭地来到蓝忘机身边，
苦着一张脸，委屈巴巴道：“蓝湛，你家的饭确实苦啊。”蜜饯不苦。蓝忘机从怀里掏出一块包裹着的手帕，里面正是沾了糖霜的蜜饯。蓝湛，蓝湛，我睡了多久？温家清谈会结束了。魏婴看着蓝忘机细心准备的蜜饯，心里美滋滋的，含着蜜饯一下子就把苦涩的汤药喝了下去。蓝忘机极其自然地用手帕给魏婴擦了擦嘴唇边上残余的药汁，听得魏长则一声咳嗽，略显慌乱地将其放在一边。你睡了5日，清谈会早已结束。魏长则抿了一口茶，缓缓说道：“阿爹。”魏婴忽然记起昏睡前的一幕，呆愣愣地半跪在床上，看向正在饮茶的阿爹。